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叫自投罗网。张冲，还不束手就擒！包大人，下官不知道包大人这是什么意思。盗采金矿，杀人灭口，本府要依法将你逮捕归案。无凭无据，包大人凭什么认为下官与此案有关？又凭什么要将下官逮捕？3年前，青州勘矿师田野奉你之命前去勘察矿脉，勘定的确为金矿之后，你却驳回探勘结果，非但未上报朝廷，反而利用范勇、郭北盗采金矿，并将田野杀害灭口，谎称失足落山。如今，当年你亲笔批复的公文为凭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张冲，本府劝你不要做无谓的困兽之斗。既然罪行已被揭发，就该坦然接受国法的制裁。哼，没想到当年遍寻不着的批示文书，竟然会在今天出现。不过，包大人想要将下官依法制裁，恐怕也未必办得到。我倒要看看谁能接得下我这杆枪！就让我来会会你这个五黄眼。好，我也正想试试南侠展昭是否名不虚传。都给我退下！想到你的剑法竟如此高明，你还是乖乖的弃枪伏法吧。不，就算死，我要找个人赔。大人小心！保护大人！将军难免阵前亡，我死对其所。大人，他是存心想死，以为这样就保住了柴路了。然而，
他却又为何要拼死保护柴禄呢？大人，张冲伏法了。王朝马汉在，派人收拾善后。是。公孙先生带齐政务，我们立刻前往王府。王爷，包大人，你身穿官服，带着人马到王府来，不知所为何故？王爷，包拯今日是为了公事而来。哦，那本王的王府之中，能有何公事而言？包拯有可靠证据，证明王府之中有人与张冲勾结，犯下了盗采黄金一案。啊，竟有此事？是什么人如此胆大包天？柴禄。包大人，你可有可靠的证据？盗采3年，不法所得的黄金，就藏匿在王府之中。柴禄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王爷，这些金砖均无熔铸出厂的印记，足证乃是私财私铸。包拯要依法行事了。事实俱在，本王无话可说，请包大人尽管放手去办。多谢王爷。王朝马汉在，将赃物清点列册查封，带回驿馆先行保管，待朝廷派员前来接收之时，依法缴库。是。张龙赵虎，属下在。柴禄罪证确认，将他押入大牢，严加看管，听候审讯。是。多谢王爷配合。本王平时并不过问府中之事，导致那柴禄欺上瞒下，违法乱行，还请包大人见谅。柴禄违犯国法，但是个人行为，既非朝廷官员，又无责任归属，自然与王爷无涉。正所谓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王爷又怎能全班洞察？本王调教无方，难辞其咎啊。不过，那柴禄与张冲勾结合谋，包大人是如何查获？莫非是那张冲被擒，招供出来的？回禀王爷，张冲他持械拒捕，更图谋行刺大人，已经被当场格杀。
他怎么这么糊涂啊？包拯乃是根据一件物证判定，进而循线追查，才查出柴禄涉案。什么物证？此物还是出自王府之中。哦，这图上的印记，可是王爷家族所有。这幅藏宝图，在柴家已有100年之久了。那柴禄身为王府总管，谁知竟敢监守自盗，将此图交给张冲，共谋盗采金矿，真可谓人心难测。王爷无需为他难过，这也是他咎由自取。王爷，此图如今已是全案物证，烦请王爷赐回。那是自然。王爷，如今此案人赃俱获，今日整理清查，明日包拯便要升堂审断了。罪人拜见包大人。柴禄，在本府升堂之前，先要询问于你。如今人赃俱获，你可还有话要说？我本以为此事天衣无缝，不会有人发现，但最终还是没有瞒过包大人您。我只能说，天不从人愿，别的我无话可说。然而本府却要问你，那张羊皮矿脉图，可是由你交给张冲，由他负责开采金矿的？事到如今，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。不错，我身为王府的总管，王府的古玩器物均由我来经营。3年前，我无意当中发现了羊皮图纸，我就指使张冲按图索矿，没想到还真是找着了黄金矿藏。那张冲与你有何渊源？你又如何信得过他？我与张冲乃是世交，祖上同朝为官，我们俩又是从小的玩伴，我绝对信任他。那张冲文武双全，又蒙朝廷器重，只要尽忠职守，日后必能飞黄腾达，又怎会弃之不顾，与你狼狈为奸，犯下如此滔天大罪？包大人，您可真是难得一见的清官。这与本府是否清廉又有何关？包大人不知道其他官员的情形，普天之下入朝为官者，有几个人不是为了贪图名利？这个矿场给我和张冲所带来的财富，够几辈人享用。张冲没有理由不动心。就为了贪图那些财富，却让他送了一条性命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只怪他没那个福分。然而你们的所作所为，非但让无数的矿工受难，更让柴王爷蒙羞。这一点，你又可曾想过？我贪图黄金，包大人依法处死，我罪有应得。唯有对王爷，
我只有来生再赎罪了。大人，柴禄所说并非实言。哦，展护卫是据何而论？张冲私采金矿被大人查获之后，接下来他应该明白，大人会查出主谋是谁。可是他却留在青州不走，显然他不相信柴禄，怕他会私吞黄金。可柴禄却说他们互相信任，这话显然是假。展护卫言之有理。柴禄，你可有说辞？展大人想的太多了。张冲做事一向缜密，他有把握让包大人抓不住他的证据，所以他才留下的。可今天他知道大人掌握他3年前批复的公文，已经足以证明他有罪。他的武功虽然不如我，若是有心逃走，也并非绝无可能。可是他却选择刺杀包大人，丧命在我的剑下，这又为何？他是为了维护我？一派胡言！他怎么可能为了你而牺牲性命？我与张冲乃生死之交，这个恐怕展大人没想到吧？柴禄，不论你所言是真是假，如今那张冲已死，黄金又是由你所藏的库房之中搜出，罪证确凿，毋庸置疑。明日本府升堂之后，再详加论断。柴禄无话可说，任凭包大人发落。张兆虎，属下在。将柴禄押回大牢，由你2人亲自率府中官兵严加看管，不得有误。是。父王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啊，我才来了一会儿。那你怎么不叫我呢？我没有打断你，看来你完全沉醉在自己的音乐当中了。
没错，有许多话不好对人言，有许多事也不便对人说，所以只好陶醉在丝竹之中了。是的，你是有许多话没有对父王讲。父王话中有话。我的确有别的意思。张冲和柴禄的事，你都听说了？听说了。我想听听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。坐吧。他们触犯了国法，包大人依法将他们治罪。孩儿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哦，是吗？那他们盗采金矿，你也没什么可说的？孩儿不明白父王的意思。包大人查出他们犯罪，凭的是一张藏宝图。那藏宝图是我柴家之物，难道你还没有什么可说的？那是你14岁那年，因为你摔断了腿，你的祖父为了讨你的欢心而赠予你的。难道此事你全忘了？父王，此事别人也许不知，可是赠图的是我的父王，受图的是我的亲子，我怎会不知？柴禄是王府的总管，如果藏宝图不在他的手上，他又怎能拿去与张冲勾结盗采金矿？当包大人出示此图，我一看图上的印记，就知道此案是你所为。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父王，藏宝图在柴家100年，是柴家所有。图中的金矿是柴家所有，甚至现在的赵宋天下也是柴家所有。柴家把拥有的东西拿回来，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、理所当然的。住口！如今天下早已不是柴家的天下，山里的金矿更属朝廷所有。你凭什么去开采？你凭什么占为己有？你凭什么去牺牲多条性命？父王，你根本就不明白。我是不明白，我也不想去明白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包大人会不会查到你的身上。一旦如此，连我这个王爷也保不住你了。父王您放心，张冲之所以被他们所杀，也就是因为他们不肯把我供出来。否则以他的武功，他应该可以逃走的。所以包大人肯定不知道这件事情与我有关。别忘了，还有一个柴禄。柴禄他不会说。你怎么这么有把握？父王，你平时少管府中的事，而孩儿却跟他多有接触，他是不会背叛我的。除非父王你要大义灭亲，把我供出来交给包大人。唉，父王还没有那么狠心，要我亲手把自己的儿子交出去送死，我做不到。如果是这样，包大人永远查不到我的身上。可是他凭着一个柴家的印记，就追查到了柴禄，难免不会追查到你的身上啊。柴家的印记已经多年没用，除非宫中旧物，否则外面的人又怎么会知道呢？
看过柴家的印记。哎，慢一点啊！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小心点。哎，小心别倒了。慢一点。哎，还有这个。哎，慕容姑娘，是不是从王府查到了黄金？是，大人让我们搬回驿馆扣押看管。大人是不是也带走了柴禄？是，如今正关押在州衙大牢。照你这么一说，你送给他的那个真和尚，就有我们柴家的印记。原来包大人是根据这一点才找到我们王府的。这一点也是我始料未及的。可这也不能证明你就牵扯在其中。没人知道藏宝图是你交给柴禄的，你不用担心。父王，我不是担心包大人抓不抓到我，我是为婉儿的事而感到无奈。玉儿，那个玉盒没有能够让我抓住婉儿的心，却让包大人把柴禄给抓住。
拿去吧，这是我送你的。不，我不能接受你的馈赠。其他东西我是不会送你的，可是这个东西你非收不可。来，先打开看看，你就知道原因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柴家的印记，在前朝，它代表着皇室的尊荣。不过现在，它只是个美丽的图案而已。张龙、赵虎带着士兵，亲自在大牢看守柴路，可以确保不会发生意外。带回来查封战馆的黄金，更要确保安全。王朝马汉已派人在外面守着，放置黄金之处就挨着我的房间，有任何动静，我会马上知道。好，公孙先生可曾将全案整理完毕？回大人，学生都已准备妥当。明日便可升堂结案了。大人，属下到现在还不明白，张冲怎么可能为了柴禄而不惜送命？如今张冲已死，柴禄的说法又未必可信，真正的原因恐怕永远都没有人知道了。我知道。婉儿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婉儿，你说。张冲要保护的不是柴禄，而是另外一个人。他要保护的是什么人？他要保护的是柴玉。是我亲眼看到他们三个从库房里面走出来。柴玉才是主谋。月儿，父王，是他们请你来的吗？你不让大夫为你治疗，你说
他们能不请为父的过来？如今治不治病，根本已经不重要了。即便张冲和柴禄被包大人正法，你也没有必要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吧？不，我根本就不是为了他们。那是为了慕容婉儿。就因为慕容姑娘拒绝了你的提亲，你就丧失了自信，甚至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。我就算不治疗，就算带着这个病，也可以活上好几年。只不过日子比较痛苦而已。玉儿，你为什么要这样的折磨自己啊？父王，你是不会明白的。没有人会明白我的想法。张冲与柴禄之所以会听柴玉的话，都源自他们的祖先对前朝时的柴家忠心耿耿。那已是将近100年以前的事情了，没想到他们依然如此执着。这就是愚忠。当事者自认为耿耿忠心，却将忠字用于不义之事。所以张冲才宁愿一死，以保护柴玉。不错，他以为如此一来，便查不出幕后的主谋是柴玉。可柴禄也是个人证，难道他也会寻死不成？张龙赵虎亲自守在大牢外面，就是防他自尽。要是他死不招供，又如何能查出柴玉？只要能够证实柴玉的确与他们曾经在藏经之处进出，就可以证明他对此事知情。单凭这一点，便足以将他治罪。可婉儿是亲眼目睹的。除了婉儿之外，还有那些守卫藏经的卫士也是人证。可是他们都是柴禄的心腹。就因为他们全是柴禄的心腹，所以在搜查王府之后，我命张龙赵虎把他们关进大牢，逐一调查。展护卫此举的确掌握了先机，有了那些卫士的证词，便已足够。明日一早，我们就前往王府，将柴玉拘捕到案。婉儿现在一定很痛苦，要不是她亲眼在库房看到，恐怕我们还查不出主谋者是谁。更残忍的是，他又不能不举发柴玉。要是他当初接受了柴家的提亲，
今天恐怕就是另外一种局面了。除非他永远不知道柴玉所做的事，否则会让他更痛苦。除了婉儿之外，还有一个人一定也很为难。包大人，大人明日要前往王府拘捕柴玉，何不早点歇息？本府尚无睡意。大人，你是为明天的事而烦心？不，本府是在替婉儿不忍。虽然她拒绝了柴玉的提亲，可是毕竟对他已有感情。偏偏又不得不将柴玉涉案之事向本府禀报。小小年纪，便要承受如此折磨，怎不令人慨叹呢？大人，既然婉儿做了痛苦的抉择，也必然有了心理准备，请大人不必为她忧心。明日去拘捕柴玉之时，让他留在驿馆，在未结案之前，不要让他知道太多，以免徒增感伤。是，学生明白。大人替婉儿多方顾及，可大人您自己呢？展护卫此话何意啊？大人明天必须要面对柴王爷了。大人虽然与柴王爷相交甚笃，可是却不得不将柴玉依法就办。司仪与公务之间，的确让大人颇感为难。唉，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事。本府既然走上执法意途，为了维护国法的尊严，哪怕再不情愿，也必须坦然面对。大人，明天让属下陪你一同前往王府吧。不，驿馆扣押的黄金很容易让人觊觎，有你守护，方可万无一失。有王朝马汉陪本府前去即可。大人，倘若柴王爷护子心切，出面阻止，以王府兵力之多，只怕未必能够顺利把柴玉拘捕到案。柴王爷深明大义，又识大体，本府确信，或许他会试图阻止，但绝不会不计后果。包大人，柴禄已然被你抓走，如今为何又带领人马硬闯本王府邸？王爷，包拯乃是为小王爷而来。包大人，此话怎讲？
本案经包拯再三查证，小王爷非但涉案，而且更是主谋。包拯是来拿他归案。包拯情非得已，请王爷恕罪。王小马汉在，将柴玉押往州衙。是，且慢。王爷因何要阻拦包拯执行公务？包拯，此处是本王的府邸，乃太祖皇帝亲封的领地，你怎敢在此随便拿人？王爷，包拯奉旨代天巡狩，执行的乃是当今皇上的旨意，入府拿人有何不可？你不要逼本王翻脸无情，王爷也不要逼包拯不顾情面。来人！听候本王号令。是。王爷胁迫钦差抗旨而行，犯下的乃是欺君大罪，依法该当如何？王爷心知肚明。王爷一念之差，柴家100年基业恐将毁于一旦。太祖皇帝当年恩典尽皆付诸流水，还请王爷三思。退下。是。包大人，王爷，捉拿柴玉，不知可有凭证？公堂之上，包拯自会将证供一一呈堂，还请王爷相信，包拯依法执法，绝不偏颇。可否请包大人法外容情，容本王与柴玉说上几句话？国法不外人情，王爷所请于法无碍，当然可以。多谢包大人。不过，包拯必须先将柴玉就地收押监管，还请王爷体谅。婉儿姑娘，你要出去？展大人，我想去一趟王府。包大人不是再三交代，叫你不要去的吗？大人是担心我，如果我去了，会无法承受小王爷被捕的事实。你既然明白大人的苦心，为何还要去增加痛苦呢？因为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办。要是非办不可，我找人替你去办。这件事除了我自己，谁都办不了。你执意要去，我也不好阻拦。
不过我希望你有足够的心理准备。我明白。方才学生的确是捏了一把冷汗。倘若柴王爷下令攻击，后果实在不堪设想。本府说过，柴王爷绝对不会不计后果，出此下策。大人说的是，欺君之罪，罪在不赦。协众抗旨，视同谋反，一律该满门抄斩，诛杀九族。幸好柴王爷悬崖勒马，才不致铸成大错。倘若柴王爷一时控制不住，那么太祖皇帝当年所留下的柴家血脉就到此而终。柴家失去的就不只是柴玉一个人了。不过柴王爷既有袒护柴玉之嫌，大人又怎么会让他们父子单独见面呢？父子之情乃是天性，而柴玉此去必死无疑，本府又岂能不加以成全呢？父王，包大人怎么说？他说你是主谋，要捉拿你归案。果然是包大人，到最后还是瞒不了他。如果当初我们大周有像包大人这样的人才，也不会被赵匡胤夺取柴家的天下了。你说什么？如果当初包大人跟赵匡胤同朝为官，包大人就不会让赵匡胤窃国篡位的阴谋得逞，又何来今日的大宋呢？已经是近100年前的事情了，现在提他，还有何意啊？那父王，你认为孩儿做这么多，为的又是什么？父王的确不明白，你从小生长在帝王之家，衣食无缺，仆役成群，你究竟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父王问孩儿还有什么不满足，我倒想问问父王你。我柴家原本是君，赵家为臣，如今怎么会尊卑互换，君臣颠倒呢？朝代更替乃是大势所趋，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难道我们就不能忠心复国，重建大周吗？什么？你这是痴心妄想。柴家现在的实力如何？你凭什么做如此妄想？父王，孩儿差一点就完成心愿了。如果不是包大人来到青州，快则3年，迟则5年，我们就拥有可以对抗大宋的实力。到时候，我们就可以重建我们大周的天下了。即便如此，父王也不会同意你的做法。父王，天下本来就属于我们柴家的。天下是赵家的如何？天下是柴家的又如何？任你如何稳坐江山，或是朝代更替，百姓仍是百姓，
苍生还是苍生，对他们而言，又有何不同？所谓是谁家的天下，不过是为了贪图更多的富贵和更大的权势，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？儿啊，如果你还存着争天下之心，而犯下滔天大罪，父王也会认为你是咎由自取，怨不得任何人。这也是我一直瞒着你的原因。父王，你已经没有雄心壮志了。你说的没错，父王确实没有雄心壮志。我只想平平安安的在王府里做一个太平王爷。最让父王挂心的就只有你了。父王一直期盼着你能够一生平安，一生顺遂。可是没想到，我14岁那年就把腿给摔坏了。是啊，我知道，这也是你一生的遗憾。父王虽然身为王爷，却也不能替你弥补。我遗憾的是，因此我不能习武。如果我的武功练得跟张冲一样好的话，也就不会是今天这样的结果了。不对，如果你不改变想法，即便你练成多么高深的武功，结果也会是这样。只能眼睁睁的让父王看着你付出生命的代价。柴路，喝杯茶吧。啊，多谢。包大人，何时升堂啊？你急什么？包大人反正已经将全案查清楚了，我早晚都是个死，何必拖延？你别急嘛，等大人将主谋拘捕到案之后，会立刻升堂。主谋？盗取黄金是我跟张冲策划的，我们就是主谋啊！你以为包大人不知道啊？现在正在抓他呢。抓谁？柴玉。怎么说那么久？大人，要不要催一催？不，让他们慢慢谈吧。这或许是他们父子之间最后一次见面了。大人还是心中不忍。柴王爷一生与世无争，柴玉是他最为疼爱的长子，如今却偏要他承受如此的打击。
任何人见了也难以忍心。更何况，本府与柴王爷之间的交情。如果柴王爷向大人求情呢？你也知道本府一贯的态度，那是绝无可能的。外人总以为大人是铁石心肠，哪里知道大人心中其实充满着同情。这就是执法者的无奈呀。大人，婉儿，大人不是叫你别来吗？婉儿，你有事要找本府？大人，婉儿只是想……本府明白。等柴王爷出来之后，你就去看看柴玉吧。多谢大人。随他去吧。你来，就是为了把这个还给我。我只想再好好看你一眼。婉儿，你现在一定很恨我。不，我永远都不会恨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必须那样做。如果我有权利不这么做，当初我就会接受柴家的提亲。你的药呢？药呢？那药治不了我心里的痛。哎呀！怎么样？好点没有？我以为我再也不会承受这病带给我痛苦的煎熬，没想到在我生命结束之前，我还要承受一次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婉儿，你想不想知道那藏宝图的故事？在我14岁那年，我摔断了腿，
那个时候我爷爷就把那个藏宝图给了我，他说我们柴家的财富全部都在那里，可是那财富永远也看不到，摸不着。我当时就下定决心，等我长大之后，一定要让那财富看得到，也摸得着，因为我不能接受那种虚幻不实的东西。所以，你让张冲和柴路去盗采那座金矿？没错。现在，我的愿望实现了，可是，这仍旧是一场空。或许有些东西永远留在我的幻想里面，反而会走得更远、更长。有时候，保留一点幻想，要比实际美得多。你说的对，婉儿。当你拒绝柴家的提亲时，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？我告诉我爹，虽然你拒绝了这门亲事，可是我并不难过，因为我知道你的心底已经接受了我。就像那藏宝图的故事一样，你就像是我的幻想，这个幻想会一直跟着我，就算我生命结束的时候，你会一直在我的身边。我也会永远把你放在我的脑海里。婉儿，启禀大人，婉儿和柴玉见过面了。是，慕容姑娘已经先离开了王府，要属下向大人面报。她说会回驿馆等候。让他们立刻将柴玉押往州衙。是。
柴禄，你为什么跪着？柴禄愧对小王爷。非战之罪，你并没有做错。把小王爷牵涉其中，就是柴禄的过错。那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不能责怪任何人。张冲他先走了，我没有机会告诉他，你们两个永远都是柴家最忠实的朋友。小王爷，或许别人对我们另有看法，可是你们一直都没有替祖先丢人。我们三个在阴曹地府，若能相见的话，我还是很乐意跟你们两个再度共事。多谢小王爷。启禀大人，已将柴玉关押在大牢，听候传审。张龙赵虎带人在牢中监管。公孙先生可曾准备妥当？回大人，学生已将全案之相关物证准备齐全，大人可以随时升堂审讯。好，在升堂之前，将那柴玉先带到此处来，本府要对他先行询问。